Hello， 我是大脸喵。那么上集视频中呢，分享了如何替换相似物体组成的模型，然后就有朋友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啊，问我能不能解决。那么它的龙身不是直的，而是这样一个盘旋的形状，属于特殊形状。那么面对这样的形状，我们在储存历史记录，给单个鳞片添加边框以后，再使用重复操作相似物体的时候呢，那整个鳞片就全飞了。对于某些特殊形状来说，重复操作相似物体好像就失效了。但是如果只是用移动笔刷去调整单个鳞片，不改变模型布线的话，整体的流程还是可以应用的，并不会出现飞散的问题，很正常。只有在改变单个鳞片布线的时候，才会出现这种飞散的效果。那么当修改鳞片布线的时候，是什么改变了呢？那我能想到的就是点序。点序变了，模型的序号也就变了，那 ZBrush 处理的时候呢，可能就对不上了，就会导致出现这样的飞散效果。当然呢，这只是我的猜测，这里呢并不是对所有的鳞片操作呢都会飞散啊。比如当前这个鳞片，给它添加边框，再执行重复操作相似物体，那么效果就是正常的，是不是很神奇呢？那么同样都是鳞片啊，差别为啥这么大呢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啊？事实证明确实是有种乎啊。那么有的鳞片呢，就是长在了逻辑起点上啊，都是人啊，不对，都是鳞片，那为啥会有这么大区别呢？这个答案就隐藏在制作鳞片的时候呢，我们所用的这个模型上，因为是通过 NanoMesh 在这个模型上来制作鳞片的，那么它的点序也会对鳞片产生影响。那么之所以有的鳞片呢比较特殊啊，我推断可能是因为它们的位置比较特殊，正好长在了这个模型点序开始的范围内。那将这个模型导入到玛雅中来看一下，打开脚本编辑器，新建一个 Mel 脚本，然后选中模型执行这一段代码。那么它的意思呢，就是选择前10个点序的点，接着看一下这10个点所在的这条边是哪个。转到上面来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边，从下往上数第3条边，记住它。接着回到 ZBrush 中找到这条边的位置，然后呢把鳞片显示出来。那由于这里的鳞片呢是2个一组的，所以从下往上数第3组鳞片，这组鳞片大概就在刚才那条边所在的位置。并且呢，特殊的鳞片不止一个，而是这一整条边上的鳞片都是特殊的。接着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鳞片是不是也可以实现。将这个鳞片呢单独显示出来，给它添加一个边框，然后重复操作相似物体，果然它也是特殊体质。所以这里呢是通过定位底下模型的点序来找到特殊的鳞片，然后对它进行操作，就可以解决这个飞散的问题。当然这只是这次遇到的情况，那这招呢并不是对所有的模型都有用。那每个人制作模型的过程呢差别很大啊，我也只是提供一个思路供大家参考。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希望能帮助到你。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的你，我们下期见。